我居然被西班牙人教吃中华料理了。西班牙菜到底是什么味道啊？没有人会知道。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就是西班牙中华餐厅，这什么组合啊？好吃哎！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金。找这家店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下主厨的资料，好像还开过2、3家中华料理店。看完之后仍然很不放心，这种店真的要吃了才知道。又到了吃西班牙菜的日子。はい、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はい、優様です。朝早く着いた大丈夫ですか？お願いします。谢谢，有被刚才的欢迎吓到。这就是今天的菜单，一共11个菜，还有个菜是问号。现在吃个饭也要让我猜了吗？第一个小菜是一杯番茄豆腐皮，它看上去很温柔，但实则很火辣啊，像我一样。好酸啊！好酸啊！然后你们猜这是什么？它是香菜根，已经这么刺激了吗？香菜叶子已经满足不了西班牙人了。风油精的味道，感觉像在喝香水。这个还挺好看，黄油马卡龙，吃了吧。2甜2甜的黄油味，瞬间饿了。然后是一个奶油巧克力泡芙，为什么他们家的前菜都是甜品啊？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里面是那种炼乳。最后一个前菜是螺肉，上面涂的那个酱是鲍鱼干酱。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那第一个主菜就很惊喜了，口水鸡。你别说，这还真的挺还原的。日本人做的口水鸡有个特点，就是看上去辣油好多，好爽，你完全感觉不到任何辣的味道，口感细腻嫩滑，鸡肉甚至还有点弹牙。然后端上来一份大煎饺，说是要用刚才口水鸡的料蘸着吃，听上去好像有点变态，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乐意。我还故意把饺子皮戳破，好让那个汁水流进去。这是西班牙人对中华料理的理解吗？酸辣的蘸料中和了肉汁的油腻感，放大了肉馅的鲜美，竟然还挺好吃。我为什么现在才吃到这个？有点回想起之前，每次我晚上饿了，就会叫我妈给我煮那种白菜水饺，然后蘸醋吃，特别怀念那个味道。然后服务员直接端了3个金宝箱上了，咚，你看，客气点。我其实严重怀疑，它是不是3个宝箱都是扇贝，炸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它下面那个黄色的酱汁，就和松鼠鱼鳞的那个酱汁一样，吧唧一口，浓稠的酸甜酱和松软的贝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融合在了一起。你们看，中式的酱料加上西式的扇贝做法，结合的还是挺好的。下一个菜，它是用萝卜泥和蟹肉炸成的方块，咬开它的一瞬间，你就能感觉到热气在你的嘴巴里面喷涌。接着是一块黑胡椒烤猪肉，这个就很性感了，烤猪肉就应该配黑胡椒嘛。接着又是一个芝士咖喱球，外面的芝士微微泛甜，里面的咖喱肉末又是咸的，多么清奇的搭配。吃完这个之后直接端了一口锅上来，这看样子就很西班牙了。我觉得重点其实是这块鱼肉，它还原出了鸡肉的那种韧劲，真的很像鸡肉哎。下面的汤底是那种很浓的番茄虾头味，就是很重的海鲜味，小鱿鱼。这个才是好吃的，然后再来点主食，西班牙海鲜烩饭，直接是一整盘端上来的。虽然不都是我的哈，但是分给我的这个也太少了吧，就1口的量，我都没尝出个什么味道，什么玩意儿。下个菜，这个菜我喜欢，就是肥肥的牛排，吃起来特别过瘾，因为特别油香。他家的牛排会更加的咸香，瘦肉的地方也很软嫩。今天的牛排居然没有踩雷。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主菜，你敢信？它叫蘑菇浓汤炒面，拌匀之后，因为炒面的特性，它可以卷上很多的酱汁，你一口嗦进去特别的入味。哇，那个蘑菇味特别重。然后吃了这个之后，我们还有5道甜品。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西班牙人是真的很能吃啊！阿基推荐指数8.5分，卡味儿。今天这顿寿喜烧啊，真的是吃出了疑惑 ，respect。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金。上一次我们不是去了一家1886年开业的寿喜烧店吗？那非常的好吃，所以我又去搜了一家。今天这家店更夸张，1872年开的业，我那个时候好像才刚上初中。话说1872年到现在已经有149年了，还差1年就可以到那个了。我们预定的是他店里面最大的那个包间，一走进来就能感觉到那个年代的味儿，不是指嗅觉哈。这位就是今天帮我们烤肉的阿姨，长得有点像我以前的班主任，非常害怕。他家也是不能点菜的那种餐厅，只有一个贵的套餐跟一个便宜的套餐。那我们2个都点吧。接着热油热锅的时候会给你上一点小菜，先上的是煎鱼刺身。为什么来吃寿喜烧我也要吃生的？然后这个比较好吃，是一碗荞麦米饭，里面还有一坨烤的鳕鱼，就着荞麦米一块吃，感觉自己可以活到199。萝卜，它热好锅之后，先会在那个锅里面倒那个寿喜烧的汁，然后就是放牛肉了，接着是开始搅生鸡蛋。反正我们吃这一顿总共要吃8个鸡蛋，那坨牛肉也会一直放在锅里煎，滋啦滋啦的，闻起来味道特别香。煎好之后就会直接泡到蛋液里面，一会儿那个蛋液就会进到肉里面去。第一片是贵的那个肉会切得很厚，所以你要把它往下按一下，要让它身上带满蛋液，于是你就能感受到2种不同的甜味。第一碗其实它只是纯肉，让你先过一下肉瘾。从第2盘开始就会在里面加一些菜，洋葱、金针菇这些。对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我的头发没有掉下来。第2盘因为加了洋葱、金针菇和豆腐，所以汤汁会变得没有那么油腻。其实你甚至还可以用肉包着豆腐吃。然而我觉得这碗里面魔芋丝才是那个精华，因为它的粘上非常多的蛋液。这个葱好好吃。
下一碗是金针菇跟茼蒿，茼蒿真的是神呐！它和很鲜的汤搭配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会显得它叶子的味道格外的清香，这个味道真的好上头。再来一口金针菇就着肥肉一块儿吃，冲破香甜的牛油之后，就是金针菇的软脆。吃完这盘，对和牛的欲望也差不多满足了。班主任又打起了蛋来，他会就着刚才受洗过的汤汁，直接把米饭倒进去煎，然后再把刚才打好的鸡蛋液淋在上面，这什么神仙做法？看着我就饿了。然后3、2、1，开盖。有没有那种像蒸蛋糕一样的感觉？切起来更像蛋糕，米饭跟鸡蛋基本上融在了一块儿，但因为鸡蛋跟那个汁水都是甜的，所以真的还有点腻人。然后就是吃完之后在下楼的时候，老板会把你叫住。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其实大概就是出门保平安的意思，只有在那种很老的店才会有这种动作。长见识了，阿基推荐指数8.5分，卡。哼，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奢侈的烧鸟。今天我们挑的这家店叫犀鸟，就是一家专门吃鸟身上稀有部位的店，所以不要问我今天的串叫什么名字，我肯定也不知道。Hello，大家好，我是阿基。今天我们到了东京都内一个很偏门的地方，惠比寿，又到吃烧鸟的日子。这个地方我来日本2年了都没来过这儿，那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不瞒你们说，我现在只想找一家服务员长得好看的店，味道也没有那么重要。这种店又是那种地下居酒屋，每次下楼都感觉自己会摔死啊！跟自己合个影。予約したのリュウ。リュウ様、はい。リュウです。こちらリュウです。はい。进门还让我们登记，是怕我们把餐具顺走吗？他的座位都是围成一个圈做的，大酱就一个人在中间慢慢烤。我们点的是这家店最贵的套餐，但就算是这样，第一个小菜也要给你上一点生肉。第一小盘是2坨鸡肾，小时候我爸让我吃了很多的鸡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丸是芝士花生饼，然后就是这一坨极品鸡胸肉，生的。我不想吃生的。他们都说日本博主吃生的有流量，今天我就看一下有没有哈。算了，我不要流量了，赶紧喝杯鸡汤压压惊。还好第一个出来就上得很快，烤的小番茄，大酱会刚好烤到皮破开，就在上面撒一点玫瑰盐，番茄就应该烤着吃。然后第二盘就是他们家的拿手好菜，菜名特别搞笑，奢侈代派黑松露蘸鸡肉丸子，先得用工具把蛋黄戳破，然后你拿着鸡毛掸子进去蘸就可以了，记得裹满是最好吃的。这个串里面还有一点小心机，里面加了藕粒跟紫苏叶，裹上蛋黄之后就是又甜又鲜的味道。然后是单独的一盘藕粒，藕心沥血非常普通，然后是鸡肝，外面破皮，里边带血，喜欢吃内脏的人就懂什么意思。我是真爱胆固醇。这个串好像是鸡的肩下肉，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部位，大概就是这个部位的肉吧，但是吃起来特别的嫩滑，甚至有点像虾滑那个口感。下个出来是鸡屁啊，鸡皮，哇，这个看样子就非常的撩，这个皮巨肥，跟我一样肥，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能够清楚的感受到鸡皮的脂肪在你的嘴巴里爆开，然后是心脏跟鸡屁股的尖端，为什么这两个要一起上？鸡心一直是我的最爱，因为它的内部会自然的生产出汤汁，这真的是无敌的美妙。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喝的鸡汤就是鸡心里面的鸡汤，你们看里面的油水已经要溢出来了，鸡屁股嘛就是纯油，那个脂肪量实在是太多了，吃第一串特别香，后面就根本不行。最后一串是这个陨石鸡胗，它这个块头真的太大了，皮已经烤得焦脆，还好里面是有汁水的。最后我们还有一碗松露蛋黄拌饭，撒上酱油之后就可以把蛋戳破，然后拌匀就可以吃了。这个东西闻起来就像是汽油拌饭，吃起来像坚果一样的味道，反正是比亲子冬要好吃一些。好了，阿基推荐指数8.5分。卡玩意儿，家人们，你们今天来帮我评评理啊！我本来是想来开个新系列，就是讲日本的那些中华料理，然而没有想到第一家就给我劝退了，这他妈什么呀？这些都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秘一下这些在日本的魔改中华料理都什么样子。而且你们知道吗？他们还一点都不便宜，就跟国内的魔改日料店一个尿性。哎，反正你们也吃不懂，那我就往贵的做好了。Hello， 大家好，我阿基，又到了乱花钱的日子，今天是和干干子一起乱花钱，心里非常的没底，害怕。尴尬的是，我们好像是最会做到的。这种餐厅有个很装逼的地方，就是他每天只会在晚上6点接待1组客人。哎呀，不说废话了，最先上的前菜是分了6个小菜，北京烤鸭是单独一盘放的，非常给面子。其实光说味道的话，它是可以的，就是太少了。它一整只鸭就只切了这么一点点，那剩下那一整只怎么办？扔了吗？啊这，然后是5星物语里面的第一个卤的牛舌，上面淋的黄色的是不知道什么的咸甜酱，而且还是一个凉菜。下一个是一坨鱿鱼，最下面铺了一点米饭，怎么那么像寿司？然后是一坨生牛肉粒，为什么我走到哪儿都要吃生的？我不想啊。旁边的蔬菜卷蘸一点蔬菜泥就可以吃了啊，绕口令吗？太好了。最后一个前菜了，这什么东西啊？这我们有这个菜吗？好像是某种墨鱼丝，非常的不合理。终于来了一盘正常的鸡汤小白菜，这个真好吃，鸡汤配上那个小虾的味道是真的绝。这个菜应该是学到了精髓。然后下一个菜有点把我无语到，他会把刻着他们家 logo 的冬瓜先给你看一眼，然后烹饪20分钟之后给你端了一小杯冬瓜汤。家人们，你们觉得这个合理吗？这碗菜就像初中的恋爱，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接着是一碗馄饨啊，当然按这家店的尿性来说啊，肯定只有一个了。我感觉我就像一个试菜员，每个菜我只吃一口。接下来这个菜你们肯定猜不到是什么，它是熟油海椒皮蛋加蒸蛋，皮蛋是铺在最下面的。这是什么呀？这有人吗？有人吗？下盘菜是一个煎饺，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给你上个难吃的菜，再给你上个好吃的菜，这你就会觉得本来很普通的菜变得很好吃。不过里面的馅儿确实是很扎实，各种各样的菜加在了一块儿。接下来这个是海鳗春卷，牛逼！春卷里面为什么会包海鲜啊？你不跟我说它是春卷，我觉得还好，但你一旦说了就会去比较啊。然后这个菜的原型是什么我不知道，它就是煮的筋膜料上面加了一些笋条。我们有这个菜吗？但是这个它巨好吃啊！这个菜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吧？宫保鸡丁做法非常的上海，它里面那些菜还融入了
天妇罗的做法，这个基本上和国内的味道差不多，那也算是惊喜了。休息一下，今天没有广告植入哈，因为接下来是我们的一盘主菜，就是那个甜酱龙虾，虾不算大，肉也不算多，酱的味道很像鱼香茄子的酱，其实搭配起来是好吃的，就是一只根本啃不过瘾。然后接下来这杯肉也挺好吃，红烧的牛的脸颊肉，特别的松软，也很入味。这个菜能算是今天晚上的全场最佳，就算在国内也算是高级的菜。然后这一盘是什么啊？应该是某一种炸鱼，还放了一点土豆泥，那个酱应该是照烧酱。那个炸萝卜叫什么名字我忘了，这个巨好吃，这不是在国内早餐摊经常吃的那个吗？吃完这个还要选松露，这家餐厅的流程真的很长，只是我们想的黑松露居然是加在这种辣酱和牛上面，这太奇葩了。你要把牛肉剖开之后，亲自把黑松露点缀上去，包着吃。日本的和牛加上中国的辣酱啊，并没有结合得很好。然后最后一道大菜是荤蘑菇啊，这个我就不评价了，你们懂就行。味道基本和国内一样，咸甜爽。其实最后的麻婆豆腐还挺搞笑的，那个店长看我们3个是中国人，压根就没问我们辣度，直接把辣酱端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弄，这一点我还是很欣赏的。最后硬是自己做了一碗超地狱级别的麻婆豆腐，隔壁的日本人已经吓哭了。所以你们觉得这家店可以给多少分？阿基推荐指数7.5分，卡玩意儿真贵啊，一个是5000块钱。我操！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关东煮店特别的厉害，但没想到他们家最好的居然是松茸，那非常的不合适。秋天是一个很适合吃松茸的季节，所以今天又去找了一家很好吃的店。又到了吃关东煮的日子了。这家店藏在东京闹市区的一个巷子里，就是那种典型的日本居酒屋，氛围特别好。挑了一个靠窗的小包间，菜品什么的就直接我妈卡塞了。先上的小菜是一碗蟹肉海带，一碗又咸又粘稠的东西。还好第二个上的就是我们的贝类拼盘，这个是我一直都很想吃的赤贝。它好吃是因为它薄切的时候吃起来像海带芽，厚切的时候吃起来又像鲍鱼。然后旁边放的就是鸟贝，这个贝的尖端肌肉特别发达，所以那个地方吃起来特别有嚼劲。然后白色的这个是石原贝，也叫白鸟贝，它的肉质更厚实，吃起来也有一点微泛甜的感觉。吃完贝类，终于到了我们的松茸。我们现在点的这个是一个1500块的和一个5000块的，好香啊，这个味道。店员说这个是用锡箔纸包着烤的，但其实这个应该是叫蒸吧。虽然它配了一个臭橙，但我总觉得臭橙的味道会把松茸盖住，所以我们挤一丢丢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那个5000日元一坨的，它比较肥大。因为我感觉自己像在吃肉，不过这东西本来就比肉贵。它这个吃起来最大的感受就是香味极其的浓郁，而且蘑菇的里面好像是吸了一些关东煮的汤，就显得更鲜了。1500块一根的这个就比较小，但是吃起来仍然很过瘾。因为日本盛产松茸，所以卖的比较便宜。怎么感觉自己还赚了？说回下一个菜啊，又是我们的名贵食材老朋友——日本金棘鱼。这是一种深海鱼，这个鱼就是肌肉发达，肉质很嫩，而且脂肪巨多，吃起来贼香。但我依稀记得我们今天是来吃关东煮的，所以赶紧让老板端了一盘上来。第一盘还是老三样：豆腐、鸡蛋、海带。其实这个卤蛋才香，汤汁已经把蛋黄泡烂了，带一点黄芥末，特别的配。拍个封面，拍个封面。然后还是豆腐，怎么那么多豆腐？好吧，这是小葵点的。然后我亲自点了一份，鱿鱼海带啊，年糕福袋，蛋鸭也算呀。现在吃这个包菜卷肉，我趁他不注意，迅速咬了一小口。这家的肉是真多啊，跟一个包子一样。然后是我最喜欢的章鱼腿，感觉好久没吃到这个了，让他来诠释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弹牙。但这个弹的也太厉害了。然后再来一个年糕福袋，外边包的是豆腐皮，这个咬开之后里面塞满了年糕，这都要拉丝了可还行。感觉今天这家店吃的东西比米其林店用的食材还好，是一家难得的耿直居酒屋了。好了，阿基推荐指数9分，但是一看账单吓了一跳，这比米其林还贵啊，8.5分。卡玩意儿，嘿，你们知道如果吃完迪士尼的所有美食要花多少钱吗？这个是800块钱的，这个是350的啊！当然我怎么可能会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起盘点一下在日网上很火的那些迪士尼奇葩美食。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基，今天我肯定是把钱带够了的。好不好吃都是个人看法哈，但我只能说不要对味道抱太大的期望。然后因为园区里面有些东西是限时特供，所以我早上7点钟就到了。但工作日都这么多人，日本人对迪士尼是有什么执念吗？非常疯狂。好啦，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这个甜心咖啡，因为它在园区最开头的地方，所以人一般会很多。我们点了2个非常有人气的套餐，第一个是这个幽灵米奇汉堡。但不要被它可爱的外表所迷惑，它是冰的，6分不能再多了。接着是这个绿眼怪面包，我以为下面那个黄色的是夹心，然后咬开之后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像是那种放了10天的菠萝包啊，5分。算了，来个正常一点的，3个夹心大福，分别是钢铁侠、星之卡比、擎天柱。然后你们知道它嚼开之后是什么吗？它是咖喱。等一下，你们家不是叫甜心咖啡吗？这什么呀？这有人吗？有人吗？另外一个更过分，直接上芝士咖喱了。基建指数5分，不过还好甜品不错，是奶油提子果冻。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啊，就可以看到星球大战的馆，这个馆其实修的挺好看的，消个毒。而且这个馆里面就有迪士尼人气No.1的那个甜品，这个绿巨人小时候的团子，我们这个买的也是一个套餐哈，除了绿巨人团子还有个大饺子，这个就比刚才那个软嫩多了。它里面的夹心是3种口味的轻奶油，甜度刚刚好，而且外面的皮也很软糯，怪不得这个人气这么高。好吃的这个得有8.5分。然后是刚才那个大饺子，非常的嘛，应该是一个什么派哈，掰开之后里面是热腾腾的咖喱，看起来还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能被骗。尝一口啊，就是牙齿破开那个酥脆的外壳之后，你能感觉到牙齿被一股暖流包裹住，不仅只是咖喱，还有那层松软的面皮。这个是烧仙最好吃的。
这个怎么都得有9分。旁边的鸽子好像也很认可。我们继续去下一家，吃了2个主食，我们还是换点甜品吧。这个好像也是人气很高的冰淇淋，我们就要那个黄色的皮卡丘吧，冰得我门牙疼。好吃还是好吃，但是你也不能仗着它是皮卡丘就卖我这么贵吧？7分。然后再往前面走就是城堡和儿童乐园，小孩也变得多了起来。那我们也应景来个儿童套餐好了。我刷，其实这个儿童套餐阴着很贵，因为它里面那个玩具我真的很想要，它是一个装糖的小包包。嚯，这个真的是乖菜，买套餐会送这个吗？啊，怎么可能我买的？还是来看一下它的吃的。第一个是小汉堡，它里面加的那个是炸虾可乐饼，咬开之后虾肉还意外的挺多，不像迪士尼的作风啊。面包也还挺松软的，没有那么差劲，7分。薯条就非常一般了，然后它带的这个苹果饮料，劝你们小心一点。然后隔壁还有一个类似于酒馆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很多人排队，尝尝看吧。就我刷，主要是这个地方的服务员都好可爱，所以我又点了一个主食，汉堡肉鸡块咖喱。但这跟迪士尼有什么关系吗？这是用唐老鸭的肉做的吗？味道其实还行，比较微妙，和超市里面卖的那种咖喱差不多。不过还好这个鸡肉是好吃的。然后最后我们就要去吃那个人气一直 Top 1的鸡腿。这个园区有2种，一种是鸡肉卷，一种是火鸡腿。这个是800日元的火鸡腿，这个是350块的鸡肉卷。这比我脸还长了，这个东西疯了吧？这个火鸡腿拿在手上都在不停的冒油。虽然是火鸡肉，但是吃进嘴里还是嫩滑的，这个是真的好吃，9.5分。然后是这个鸡肉卷，它吃起来的味道跟刚才那个完全不一样，外面一整圈都是鸡皮，汁水更多，味道更浓，这个也9分。我们最后的最后还是吃个冰淇淋解解腻吧。今天总共消费了850块，当然估计也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吃吧。最后我们还剩下一个东京迪士尼的海洋馆，下次再去吧，我要吐了。卡哇伊那个档哦，好粗啊！今天炸天妇罗这个大酱，我总觉得很像谁，但我就是想不起来。哎，还是算了，好好吃饭。今天我们虽然是在神户吃天妇罗，但我们这次在神户其实并不只是吃，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我想去看一下，就是在日本一个以咖啡为主题的博物馆啊，博物馆，电影的原画，感觉有必要去看一下。来都来了，毕竟我天天喝咖啡，我都不知道咖啡是什么东西。这里就是 UCC 开的咖啡博物馆。UCC 开设它其实就是为了像我们这种小白科普咖啡文化，比如说这是从最早的咖啡豆开始，讲到了怎么加工成咖啡，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咖啡都是这样种出来。接着顺便去参观了一下他们家的工厂，听说这里的所有咖啡原料都是由 UCC 资深咖啡鉴定师来挑选的。你们看，这就是一台超迷你的咖啡萃取机，实际的大小是这台的50倍哈。讲了这么多，那还不如直接喝一点。还请了 UCC 咖啡冠军师帮我们泡，这次我们喝的叫蓝山咖啡 No.1， 它是 UCC 在自家的牙买加农场培育出来的一批极为稀少的咖啡豆，所以全球只限量190套。哎，我们今天就喝了一套。它这个有个很神奇的地方，它那个咖啡豆会散发出一种类似于朗姆酒的香味。巨香，不愧是在橡木桶里面做的咖啡，是没有喝过的味道。但说真的，其实天妇罗的很多老店都是藏在这种老城区，很老很地道。到了，是一家夫妻经营的小店，它这种也是会给你一直上菜，直到你叫停。前菜跟小菜是这种3拼，其实就是开个胃。里面的无花果虽然没有那么多汁水，但是我很喜欢它奶香的味道。然后一般第一个上的天妇罗会是炸虾，虾头跟虾身也会分开炸。炸虾头真的是一吃你就知道这家店的水平。这家店的味道吃起来就像刚出炉的薯片。然后吃虾身的时候，你可以蘸一点这个萝卜高汤，也可以蘸一点盐，都还挺好吃。然后第二个上的是血子，血子的肉本来就很香，所以就不蘸盐了，换成姜黄粉会更好吃。接着茄子来了，这个好吃，它在茄子的外层其实切了很多刀，所以它可以吸满高汤，外面油脆，里面有很多汁水的感觉很爽。然后又是一个重头戏，香菇蟹肉，就是把香菇的腿切了之后换成蟹肉，再用面粉裹成一个球之后炸，炸过之后的香菇味道更大，就和蟹肉非常的配。然后是2块洋葱，不愧是万物皆可天妇罗呀，这种配菜都可以炸，还好是微甜。接着是一条接吻鱼，虽然它这个名字确实有点怪，但这个鱼在天妇罗里面经常出现。肉的香味其实本身不大，但是肉质会比较弹牙，可能因为天妇罗强调的就是外脆里嫩，所以这种鱼就很适合。接着是我很喜欢的扇贝肉，其实块头还挺大，它这个可以带一点萝卜丝儿，会是2种甜味的交织，吃起来就很满足。接着这个是紫苏叶包的鱼肉，这个你吃起来就完全感觉不到鱼肉的味道，因为紫苏叶的味道实在是太大了，但是里面的鱼肉特别的嫩。然后上的是组合菜姜和鱿鱼，这种鱿鱼炸过之后就会变得很松软，总算嚼起来不会那么累了。接着是一片水果玉米，就是直接切下来的一片，这个我真的想再来10份。最后当然是以青椒收尾，青椒就吃原汁原味就好。吃完天妇罗之后还会给你上一碗天妇罗冬，它上面是淋的照烧的那种酱，里面是蟹肉跟虾肉，还有一点藕粒，吃起来还挺下饭的。总的来说这家店的菜品都还是可以的。秋天的第一顿天妇罗，然而并没有吃到松茸，可惜了。阿吉推荐指数8.5分，卡哇伊儿。时隔了整整2个月，我总算是吃到了家满分推荐的店铺，而且它还是那种怀石关东煮。是不是感觉听起来就很装逼？那我们作为东京的关东煮杀手，那肯定是要来看一下。它要是不好吃，这个米其林绝对是假的。关东煮拼的就是这个汤，其实巨鲜。这家店在东京的麻布十番，就是也算是日本的一个富人区了。然后我就很好奇，这个地方的房租能有多贵？我们随便去找家不动产看看。22万、24万，基本上房租就是我家的3倍，这也可以的。我们还是吃饭吧。店里还有什么菜都是写在了这条纸上，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这家店的前菜巨多，第一盘是5、6、7、8种小菜，这真的太怀石了，一点都不像是来吃关东煮的感觉。最左边是一个小虾和一个栗子，这就是标准的秋天的甜味。然后是一小碗松果芝麻酱，松果还是炒了一下的那种，还可以。
然后是一坨好像是竹夹鱼寿司，有点腥啊。还有一碗传统时蔬小沙拉，然后这一碗我特别喜欢，它是蟹肉鸡腿菇，微微咸的松叶蟹，这前菜挺高级。这就是我们的刺身了，这虽然是一人份儿，但这肉也太多了吧。第一个尝尝这个梅子酱鱿鱼腿，这个我觉得蘸一丁点酱油就可以了，肉还是脆的，这个是我的爱。旁边是2片鲷鱼，这个萝卜怎么切得像隐形眼镜一样，这个还是蘸一点酱油吧，不然你会觉得你在调空气。然后是一个扇贝肉，它是把它从中间切开，加了一片薄薄的柠檬，我感觉终于有人懂我了，扇贝肉那么腻，早该这样做了。旁边是2坨看成色就知道很高级的金枪鱼，然后这个黄色的我一直以为是葱，那个是韭黄，这2真的太配了，姐妹们，中日结合呀。最后2片是红干鱼，就是肉质比较弹牙的那种鱼，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鱼做的寿司。吃完之后就上了一个锅，这个是用来涮海鳗的，这个还挺高级。大家说这个菜的难点其实在于要先烫皮再烫肉，其实还挺难操作的，因为海鳗的肉虽然比河鳗嫩，但是它的皮更硬，所以得先把皮煮软。吃这个的时候可以蘸一点梅子酱，这个好吃，这个真好吃。涮完这个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的西京烧了，它其实是烤的一块金目雕，然后泡在关东煮的汤里面，就这种炭烤的鱼有吸收了鸡汤的鲜味，所以味觉体验很丰富。吃完这个，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菜。第一个关东煮就是王牌大羹，这里居然是一个菜一个盘子的端上来，不愧是米其林关东煮呀！上面撒的是木鱼、葱、山药丝，黑胡椒粉，你就承认吧，这个真的比便利店的好吃太多了。就吸水点，太香了，我的妈！然后下一份是包菜卷肉，里面裹的是那种肉粒很粗的火腿，甚至都有点嚼头了。而且这一份关东煮的汤汁特别好，我想问他单独要一碗那个关东煮的汤。然后是一份鸡蛋，它是已经帮你把黄芥末放到了鸡蛋的边上。对。下一个是牛筋，其实这个菜并不是关东煮的，这是关西煮的菜，所以它是单独一个锅煮的这一碗牛筋。你们看这个牛筋 Q 弹的程度。一点点柠檬的香味，加上牛筋脂肪的味道，然后这种味道在你的嘴巴里到处弹，这应该是最好吃的。最后是一份鸡肉丸子，其实还有很多菜我只是没拍，只挑了4个我最喜欢的。鸡肉丸子嘛，面粉和胡椒的比例刚刚好，这个也是 Q 弹的，当然里面肯定是有些脆骨的。最后的主食就是一碗汤泡饭，关东煮的汤就是咸菜一块吃，非常的接地气。甜品是红豆沙糕，加一碗苦到死的抹茶，完美的落幕啊！这家店真的是太让我惊喜，不知不觉中就把它吹爆了。阿基特指数10分，下周再来啊！卡玩意儿，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就这么一杯。烧鸟作为日本的卤串，一直是我在日本最喜欢的料理之一。上一次我这么说还是在吃河豚料理的时候，对不起，就这么花心。东京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之后，气温也算下来了。今天我们去的家就是在东京中目黑的一家烧鸟店。Hello， 大家好，我是垃圾，又到吃烧鸟的日子。第一个菜是法国进口的鹅肝可乐球，它菜单上面写的是法国进口哈，那实际上是不是法国进口我也不知道，反正鹅肝吃起来都是一个味道。但是可乐饼做法还真是第一次吃。超级的好吃啊！外壳脆脆的，泛着油香，里面就是又湿又软嫩的鹅肝。第二个菜是时蔬茶碗蒸蛋，真的是好小的一碗，这个也就是半口的量吧。第三个菜看起来还挺有创意，它的吃法是用烤面包去刮勺子上的鸡肝，虽然吃法上面比较奇怪，但那个鸡肝泥调的还是好吃的，橘子味还带了一点香草的香气，像极了初吻的味道。但是谁的初吻会是鸡肝味啊？然后下个菜服务员说是一个重头菜，重头到他跟每个人上菜的时候，他都会说一遍这个汤是熬了8个小时的汤，8个小时的鸡汤。不过这个汤的味道确实是鲜的，甚至有点像甲鱼鸡汤那么鲜。下个菜是南瓜沙拉，它把南瓜泥磨得非常非常的细腻，甜的很自然，挺好吃的。接下来这个是烤的干芝士，从北海道运过来的。为什么北海道这么产芝士呀？这个芝士的名字叫卡丘卡巴罗，它烤成了3层，它把上下2层烤成了特别焦脆的薄片，这个吃起来真的是贼香，里面嚼起来就像口香糖，甚至还有点弹牙。下个菜是白萝卜泥加甜酱油，好像很多高级烧鸟店都会有这个菜，成都人表示意义不明。好，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正题。第一个烤出来是带嫩葱的小鸡腿肉，这个嫩葱是真的很香，葱的汁水和鸡肉搅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嫩滑的鸡腿肉也烤得刚刚好。下一个是半生不熟的鸡胸肉，它这个烤出来的口感甚至有点像在吃慕斯，软绵绵的口感。接着是鸡翅，骨头已经是剔了的，所以你可以一口把整个鸡翅全部吃进去，然后中翅那个油水又特别的多，就吃起来多巴胺爆炸。再下一个是鸡肉团子，里面还加了一点那种比较软的脆骨，咸味也刚刚好，要是再来个蛋黄就更好了。然后就是一份非常小气的烤物拼盘，每一种都只有这么小一个，感觉像是在夜市。鸡胗、横膈膜肉、鸡心、鸡屁股，这里面最好吃的还是鸡屁股，还有2坨珍稀部位的肉，这个是鸡肩小肉，还有一坨腿根肉。吃了肉之后又是一份蔬菜，也是这种小气拼盘，虽然味道真的还可以，但吃的我真的是很心急，真好吃。最后的主菜我是要了一份那个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炖的拉面，怎么感觉念出来都有点搞笑。总在说今天这家店可以推荐给女生和带女孩子来约会的人，因为它看来菜其实还是很多，这样你们可以聊很多东西，就是分量比较少。阿基推荐指数8分，卡玩意儿。今天的这锅鹿肉还是有点厉害。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Z。你们都知道意餐就是意义不明的餐厅。虽然我已经在日本踩了很多意餐的坑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它。今天终于找到了一家好吃的，它是意大利的一个地方料理，但不是什么地中海料理哈。这样吃是香的。
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它什么样子啊。哦，嗨。餐厅还挺好看的，这个应该就是今天我们的包间。啊，好像是厕所。cos 选了他们家最贵的，因为这个 cos 选的全是比较好的肉。今天加甜品总共是7个菜，6个都是肉。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第一个前菜是鸡肝面包片，就是他把鸡肝磨得特别细之后，再铺到了烤的面包片上面。超腥，鸡肝泥那个绵密的口感加上薯片一样的面包，虽然确实很好吃，但是真的好骚啊。第二个菜是金枪鱼的脸颊肉，就是秋头的那个位置，它用的小白菜的叶子当勺子。等一下，这玩意儿可以吃吗？不过它吃起来是没有一点鱼腥味的，可能是因为里面的黑松露盖住了鱼味吧。这个比刚才那个好吃，感觉自己像在嚼一堆猪肉。然后今天的第一个主菜是这个，它是烤的金枪鱼尾肉，就是金枪鱼活动最多的那个地方，所以它吃起来会比普通的更有劲道。我还是第一次吃烤的金枪鱼，然后服务员会帮你把中间的骨头剔了，而且它这个是用木柴烤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像烧烤，皮都已经烤成了焦脆的那种。我吃的时候就发现靠近皮的那一侧油特别多，吃起来特别爽，就突然想起了乐山的油炸串串，觉得腻了就可以吃一坨小番茄。好了，下个菜还是个硬菜，它叫星火牛肉，其实就是木柴烤的牛排，下面还配了一根烤黄瓜。这个好吃的点是它的牛肉上面挂了2坨肥肉，我刚好就是那种最喜欢吃肥肉的人。切开之后里面就是这个样子。有油的才香。下一个主菜终于不是纯肉了，腌猪肉意大利面。上面那个酱是洋葱番茄炖的那个猪肉，就是特别的香甜，而且味道很大，所以它用的是那种急粗面，这个面像乌冬一样，嚼起来也很爽。来一口。它这个料是香的，我这个面要是再软一点就好了。我也觉得。好的，最后一个菜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前面的菜都是为了这个菜铺垫的。蘑菇烧鹿肉，北海道养殖的鹿肉。服务员在翻锅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那个鹿肉扑鼻而来，就鹿肉的这种药材味真的很上头，就它是一股木质的香味，然后搭配上蘑菇炖出来的那个汁，一口下去我真的我子孙满堂，我趾高气扬。哎，单鸭还是蒜鸭。你要把这个平菇跟鹿肉加在一块儿吃的话，又是另一个味道。我想精准还原一下鹿肉的口感，就是比猪肉更加像鸡肉，又比鸡肉更像猪肉的那种嫩滑的口感。当然还是要取决于烹饪方式哈。总的来说，这一个菜是可以单独给10分的。最后的甜品是蜜桃冰淇淋，这个甜品非常的一般，但它这个盘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还发现了我们国内的盘子。他看到我在夸他们的盘子，他就直接把他们店里所有的那个小盘子都端过来了。这个设计感还是很好的，陶瓷还是我们强啊，牛逼！阿杰推荐指数8.5分。卡我呀！今天这家螃蟹店是真的太渴了，对我们这种不怎么吃螃蟹的人来说，这家店可以说是刷新了3观。我们是在神户出差的时候发现的这家店，就想感叹一下，不愧是海边的城市啊，海产真的是太绝了。哎，所以今天就来一起吃个螃蟹，又到吃螃蟹的季节。这种店就是在日本很常见的海蟹专门店。すみません、予約はないですけど、2名です。哎，这家看样子还比较老字号，那老店的规矩肯定是要脱鞋。不过说句题外话哈，这家店的女服务员颜值是不是都比较高？ここのなんか中国人のお客さんが多いですか？最近。哎，算了，强行搭讪还是有点尴尬，我们还是乖乖吃饭吧。cos 你还能耐不消。哎，不说废话，开始第一个前菜，它是帝王蟹的腿，下面再加了一个炸面包，炸面包的油香已经进到了蟹肉里面。第二个前菜是凉拌煮的金枪鱼肉，金枪鱼煮了之后就像鸡胸肉一样柴，不是很习惯这种做法。第三个前菜是红薯配带鱼，这个红薯微甜还有点脆，这坨黑乎乎的就是腌制的甜带鱼，那个带鱼的腥味还挺上头。下一个前菜是蟹肉豆腐，我还以为它是蒸蛋，结果就真的只是豆腐，感觉自己像是在吃蟹肉龟苓膏。接着是我们的第一个主菜，然后它下面那个盘子非常的烫，里面装的是一碗芝士蟹肉，真的是打开盖子就能闻到那个烤芝士的味道。下面是2坨很完整的蟹腿肉，然后你一定要挖一大口那个芝士，这个芝士不甜，而且它里面还加了有陈皮跟水果玉米，所以你吃完一整份都不会觉得腻，特别是那个烤芝士边边太香了，这个菜单多给10分都没有问题。接着上了一盘冷蟹肉，冲淡一下我们的芝士味啊，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之一，蟹肉刺身，这太奇葩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蟹肉长这个样子，掰开之后里面居然是一条一条的，甚至觉得有点恶心，但据说这个味道很好。吃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蟹肉的咸味特别的浓郁，就前所未有的浓郁，可能这就是生肉的魅力。但是肉确实是很多，你就当是在吃生鱼片吧。然后是一份铁板帝王蟹，因为是烤的，所以壳肉已经分离了，吃起来就比较方便。感叹一下，蟹还是要烤的才好吃啊，那种蟹皮焦脆焦脆的感觉特别的上头。而且帝王蟹的肉真的好多，啃下去一口全是肉，然后又上了一份冰蟹，就是用来重置你味觉的。每次要衔接下一个主菜的时候就会给你上这个。下一个主菜是这个炭烤松叶蟹，松叶蟹的肉会比较少，就是比较苗条嘛，但是它的肉会比较紧实一点，就你吃起来会觉得更嫩，而且那个独特的炭火香气我真的很喜欢。然后我们的下一个重量级主菜就是这个超彗星碎石无敌巨肉爪啊，名字是我随便取的，太大了这个也。哇，这就是蟹肉的天花板。
就是它这个肉是韧的，应该是因为肉的密度很高，所以嚼起来就是弹的。爪子的肉真的会比腿上的肉好吃。你还可以蘸一点这个天妇罗汁，又是另一番体验。然后尖端部分里面也有很多肉，记得用勺子把它挖出来。最后的主食是这个寿司，把蟹肉取下来，单独蘸一下酱油，再放回去，吃一口你就会发现，终于知道为什么寿司店没有卖蟹肉寿司了，因为这个味道真的很不搭，非常勉强。还好最后的甜品我特别喜欢，乍一看还以为是清补凉，然而神户怎么可能会有清补凉？它是酸奶加水果，不过仍然很好吃。这家店总的来说还是让我大吃一惊，胃真的是被蟹肉填满了，感觉吃了很多种花样，特别的满足。阿基推荐指数19.5分，嘿，卡玩意儿。我真的是因为今天这家餐厅，所以才1周都没有更新，就是怀石料理，你们知道吧？然而我们今天吃的是比它还要装逼的川床料理，因为这种店对地理条件的要求都比较高，所以它大多是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今天我们找这家店就在京都山区的深处，它那个地方没有通公共交通，就是你要么开车上去，要么爬2个小时的山爬上去，反正我们也就是跋山涉水，涉水跋山到了这个地方，就当是满足我们夏天最后的好奇心。今天又是什么日子？又是乱花钱的日子。终于到了呀，姐妹们！入口就是这种高级日式庭院的设计，非常喜欢。当然吃川床还是要脱鞋的哈，免得你的鞋子被冲到鸭川里面去。我们这个没有在最上游，但是还是不错了。看到这儿你们就懂了，川床就是指的在河上面搭了一个吃饭的地方。这肯定是我来过最凉快的餐厅。但是问了服务员好像并不能泡脚啊，所以我们还是直接吃饭吧。这是第一个前菜，一堆夏天的食材。这个是血子鱼冻，它吃起来就是鳗鱼口味的果冻，然后是一只裹了蛋黄的小虾，就也没什么特别的。比较奇葩的是这个鳝鱼，皮其实已经给你剥下来了，莫名的有点奇怪。然后是腌制的半截鲶鱼。日本到了夏天，哪家餐厅都会有这个菜。然后是一个三文鱼寿司。我这样说你在河边真的没必要弄海鲜，味道非常勉强。然后这个东西很好吃，它是蛋卷生姜，这是这里面最开胃的一个菜。然后上了一杯小甜虾，还有一杯豆角的沙拉啊，单鸭也算鸭。然后是一小杯水蜜桃汁，不过这个还挺好喝的。然后是一小盘刺身、鲷鱼、鱿鱼、金枪鱼。中间这个草查了一下叫阿尔巴拉菠菜，还是金枪鱼最好吃啊！就是什么季节它都很好吃，而且还是厚切，脂肪也适中。鲷鱼还是一如既往的平淡，就是胀肚子用的。这坨肥肥厚厚的鱿鱼其实还可以，应该是现杀的。然后这个是我最期待的他们家的鲶鱼，因为这个就是在河里面养的。这一条鱼看上去一脸懵逼，我做错什么了？阿姨说吃的时候要把这个青汁淋到上面，然后从头开始吃。头的地方因为没什么内脏就不苦，但它实际上苦一点会更香。这个完了之后就是天妇罗了，中间那个是烤麸，就是在关东煮经常吃到的那个。它上面这个好像是玉米粒，还可以撒一点抹茶盐上去。然后这个是鲶鱼幼崽，为什么这么小就要吃人家？因为它好吃。接着是炸虾，外面裹了一层甜甜的脆皮。然后是黑胡椒小和牛，那个黑色的小球就是黑胡椒。原来黑胡椒长这个样子，而且居然是甜口的，好吃。果然还是牛排才有满足感。然后是一个凉菜，血子配梅子酱，什么清奇的搭配，可能这就是夏天才有的吃法吧。然后是一份流不动的流水素面，有点像我们那个细挂面，但它这个面是冰的，这个碗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酱汁就是soba的味道一样，就是可乐兑茶的感觉，还是好吃的，而且吃了这个特别凉快。最后一道是米饭，就是白米饭加鱼苗加味增汤加茶，还有2块腌萝卜，就是感觉越吃越清淡。最后的甜品是西瓜加哈密瓜，你们看这一口，80。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还送了我们一把扇子，是一次可爱的体验，9分，很适合来玩一下。夏天就这样吧。卡玩意儿。